医护人员移民到加拿大。这里是加拿大移民留学避坑指南，我是 Kelly。查看右上角，搜索微信号免费咨询。在加拿大各地医疗保健工作者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本文将概述如何作为医疗保健工作者移民到这个国家并获得认证以找到工作。今年9月 CTV 新闻发布了一篇报道，讲述了3名青少年因急诊室提前关闭而无法在安大略省克林顿当地医院获得治疗的故事。具体来说，报道指出，当地急诊室于当晚6点关闭，迫使他们开车前往20公里外的另一家医院就医。随着故事的继续，他指出，加拿大各地的急诊室预计将继续关闭，因为找到在那里工作的人是一个关键问题。作为医护人员移民加拿大，尽管上述故事只是一个例子，但它有力地表明了这个国家日益严重的问题。加拿大需要更多的医护人员。下面将适当的概述一些希望在加拿大医疗保健行业工作的外国人可以选择的移民途径。快速入境，基于类别的抽签。快速入境类别抽签首次于2023年6月进行，是联邦政府针对具有特定近期工作经验和加拿大永久居留技能的移民候选人的一种方式。今年的5个职业目标类别之一是医疗保健。快速通道标准快速通道重点关注有资格通过该申请管理系统管理的3个计划之一移民加拿大的候选人联邦技术工人计划 FSAP 联邦技术贸易计划 FSTP 和加拿大经验等级 CEC， 并根据综合排名系统 CRS 分数对候选人进行排名。注意，标准快速通道抽签向所有符合条件的移民候选人开放，而不仅仅是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具体到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接受过护士培训的外国公民可能有资格获得 FSAP 和 CEC。 加拿大各地的 N 省提名计划 N 在除2个加拿大省份和地区，不包括魁北克省和努纳武特地区外的所有加拿大省份和地区实施，是加拿大各地地方政府选择他们认为最能帮助解决当地劳动力问题的移民候选人的一种方式。市场挑战，可供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使用的 N 流的5个事例。安大略省人力资本优先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类别可通过其技术移民和快速入境移民途径获得。萨斯喀彻温省国际卫生工作者意向书库护士。新斯科舍省劳动力市场优先事项流。新布伦瑞克省国际护士教育 IN 计划。获得加拿大外国医疗保健专业人士的认证。作为来到加拿大的外国人，进入这个国家只是迈向医疗保健职业的第一步。目前，包括护士在内的外国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必须获得认证或许可，才能在其选择的加拿大省或地区工作。注意，由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许可和认证流程因地区而异，因为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机构为国际教育护士因颁发许可，因此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省获得认证的因可能需要经过，如果他们搬迁到加拿大另一个省、地区，则需要另一个许可程序。认证过程涉及哪些一般步骤？同样，每个省份医护人员的具体认证流程也有所不同。然而，以下概述了因未获得在加拿大工作的认证必须采取的一般步骤。1. 抵达加拿大后，请联系该省的相应监管机构。合适的机构取决于所需的具体类型的护士执照。2. 在大多数情况下，下一步是通过国家护理评估服务 NAS 完成评估。该服务根据加拿大标准验证个人的资历。该评估还为成功的申请人提供了一份咨询表，该表必须包含在他们即将向相应省级监管机构提出的申请中。注意，魁北克省和加拿大的3个地区不使用 NAS， 相反，这4个地区有自己的评估方法。3. 评估完成并支付费用后，向您计划执业的省份的省级监管机构提出申请，这可能需要完成需要完成的额外省级教育课程，以满足特定地区的许可要求。